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乔，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为大家讲一讲深海巨兽大白鲨遇袭的事情。好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毫无疑问，人类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生物，因为我们恐惧的东西太多了，蜘蛛、蛇、广场、隧道、电梯，还有幽暗宽广的深海。人们害怕深海其实很正常，太阳光只能照射到海面以下1000米的地方，但人的想象力却可以辐射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到今天，95%的大海仍然没有被探索。可以肯定地说，在黑色的海水里一定隐藏了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生物。有人甚至相信，一些早已灭绝的史前动物其实存活到了现在，只是藏身在深海中，没有被人发现。比如说巨齿鲨，根据现有的牙齿化石推断，巨齿鲨的体型可以达到23米以上，大约是2辆公交车的长度。如果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真的还生活在今天的海里的话，它可以凭借体型优势，随心所欲地猎捕任何海洋中的生物，包括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大白鲨。好消息是，巨齿鲨大约在260万年前灭绝了，又或者还没有。2003年11月，澳大利亚西南部的海域作为大白鲨保育计划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准备捕捉一条大白鲨，给它带上追踪器，采集相关数据。捕捉进行的十分顺利，他们很快抓到了一条年轻健壮的大白鲨。这条鲨鱼体长3米，尚处于青春期，还有成长的空间。研究人员给它起名为阿尔法，他们在阿尔法的背鳍上打了个孔，像钉标签一样将追踪器穿过，避免其轻易脱落。随后阿尔法被放归大海，接下来的4个月，追踪器不断传回数据，包括阿尔法所处的深度、周边的水温等等，一切都很顺利。然而某一天，追踪器传回的数据忽然出现了一个极为异常的情况。上一秒阿尔法还一如往常的缓慢游弋，下一秒它毫无预兆的突然开始下潜，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下潜到580米的深度，看上去很像是在躲避什么。紧跟着几秒钟之后，追踪器记录到周边的温度由8度急剧上升到26度。一开始研究人员以为数据出错了，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温度的急剧上升只有一种可能性，阿尔法被某种动物给吃掉了。而且根据升温的时间极短来判断，要么掠食者正好咬掉阿尔法的背鳍，要么就是将它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接下来这名神秘的掠食者回到了100米深这片区域，并在8天后将追踪器排出体外，追踪器被冲上海滩。这里距离当初阿尔法被抓到的地方只有4公里。大白鲨阿尔法被某种动物吃掉的消息传了出去，立刻引发了诸多猜测。大白鲨是海洋里顶级的猎食者，什么动物能吃掉它们呢？让我们先暂时克制一下联想到巨齿鲨的冲动，先来看几个从生物学的层面上来讲更加合理的嫌疑犯。首先是虎鲸，大白鲨在自然界唯一的天敌。虎鲸通常不会猎捕大白鲨，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足够丰富，但是它们偶尔会袭击大白鲨，以达到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那么阿尔法有没有可能是被一群虎鲸猎捕，匆忙下潜逃至深海，最终仍难逃被捕食的厄运呢？答案是不大可能。阿尔法当时下潜至580米的深度才被吃掉，而一般的虎鲸只能下潜到100米的深度，最深也不超过300米，所以这名掠食者不是虎鲸。第二名嫌疑犯是自人类开始航海以来就被无数船员目击过的栖息于深海的巨型海怪南极大王鱿鱼，又名巨腔鱿鱼。人类目前对它们的了解非常有限，根据抹香鲸胃里其尸体判断，南极大王鱿鱼可以长到6到8米。论体格，它的确有可能不是阿尔法，但是不要忘了，阿尔法的捕食者在吃掉它后的8天一直身处浅水区，而南极大王鱿鱼生活在深海，几乎不可能到水面上来，因此它的嫌疑也被排除了。第3名嫌疑犯则是另外一条体型更加巨大，至少有阿尔法体重2倍的大白鲨，
大白鲨确实有同类相食的习性，到目前为止，大白鲨的体长记录在6米左右，正好是阿尔法的2倍。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阿尔法是有可能被自己的同类吃掉的。但是这一推论也有漏洞，首先是概率问题。绝大多数的大白鲨体长不超过5米，距离6米还有一定的距离。其次是关于温度，追踪器测到周围的温度迅速上升至26摄氏度，由此推断阿尔法进入了某种动物的胃里。可问题就在于，大白鲨胃里的温度达不到26度。如果考虑到吃掉阿尔法时难免会吞进一些海水，实际的温度应该比26度还要高，不应该是大白鲨。尽管有这些疑点，但是大多数海洋生物学家都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凶手就是一条体型巨大的鲨鱼，毕竟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在海里发现比大白鲨还要凶猛的掠食动物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条鲨鱼究竟有多大？它会是一条已经灭绝的巨齿鲨吗？没有更多的数据，答案也许永远无法揭晓了。节目进行到这里，本期已到此结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如果您喜欢这期的类型，欢迎您在节目下面评论，更不要忘记订阅我哟。好了，我是小乔，我们下期见，拜拜。